Hello， 大家好，我是怪叔。你们见过中邪的人吗？中邪的人会怎么样呢？你们知道如何破邪吗？深夜，刚从爷爷家离开的二叔忽然返回。面对众人的关心，二叔性情大变，莫名发怒，大喊大叫。扬言要弄死众人，不协调的肢体，不明所以的喊话，究竟是得罪仙家惨遭报复，还是孤魂野鬼缠身索命？求一个订阅，我们正式开讲。我是东北的，事情发生在我爷爷奶奶还健在的时候。我爷爷是村子里的中医，一辈子积德行善，在村子里也算是德高望重。每年过年的时候，村子里受过恩惠的乡亲和亲戚们都会上门送礼拜年，收到的礼物一般都够用到来年的端午左右。言归正传，事情发生在的这一天，正好也是春节期间，和往常一样，家里来了很多的亲戚，很多亲戚都在外地打工，一年也见不到几次，一般也只有过年的时候人才会聚齐，大家相互嘘寒问暖唠嗑。吃完晚饭后有些距离近的就回家了，有些家住在外地或者距离远一些的，基本上就住在我爷爷家，到第二天再走。因为农村的房子都比较大，空的房间也比较多。这天晚上，留下来的亲戚们开始唠嗑打麻将，而我和其他的孩子们就坐在窗户前的椅子上看着电视。就在我们看电视看得正起劲的时候，门忽然开了，是刚刚出去上厕所的二叔。只见他低着头绕过了麻将桌，径直往炕的方向走过去，接着就是一头扎在了炕上，然后用被子将自己的脑袋蒙住，一声不吭。因为二叔比较喜欢喝酒，今天高兴也是多喝了一点，众人也没有太在意他的举动，大家还是该打麻将的打麻将，该看电视的看电视。然而过了许久，我发现二叔一直保持着这个动作没有变过。要知道冬天东北的炕一般都是很热的，而二叔喝多了，把头一直蒙在被子里一动不动，这不免让人有些担心，这万一要是捂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呢？于是我顺便提醒了一下身边的大人，离他比较近的大伯便过去准备帮他掀开被子透透气。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大伯刚刚掀开被子的手忽然往后一缩，随即马上撒开了手中的被子。此时再看躺在炕上的二叔，满头大汗，眼神凶狠，而且眼角还一直流着泪水，他这是在哭。可是奇怪的是，他咧开的嘴却是上扬着，更像是在笑。所有的人都被他的表情吓了一跳。奶奶赶紧走过去问道：富贵儿，富贵儿，你这是咋了呀？是哪里不舒服啊？但是二叔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他忽然从无声的哭泣变成了有声的抽泣，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众人看到这种情况纷纷停下了手中的事情，屋子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站在一旁的奶奶继续上前关心道：富贵啊，你这咋还哭了呀？你这是受啥委屈了吗？哎，别躺着，赶紧起来凉快凉快。
说罢，奶奶就要用手去搀扶二叔。可就在这个时候，二叔猛地用力将奶奶的手给挡开，随即坐了起来，并且那张原本古怪的脸扭曲的似乎更加厉害了，而且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接着，二叔冲着我恶狠狠地说道：“你他妈的敢气我！我他妈要弄死你！”说罢，二叔就要往我的方向扑了过来。我当时的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原本在一旁打麻将的老爹反应迅速，一下子就把向我扑来的二叔摁在了炕上。我二叔身材偏瘦，而我爹是一个体力劳动者，身材有些魁梧。可此时我的爹却无法控制住我二叔，其他人见状也纷纷上前帮忙，直到4个人上手，才勉强将我的二叔制服住。此时我爹已经有些发火了：“老二，你他娘干啥呢？我儿子啥时候得罪你了？你还要弄死他？要不是你先弄死我！”而此时的我早已离得远远的了，我心里委屈想着我和二叔平时的关系也不错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哪里得罪了他。就在我不解的时候我奶奶对着空气说了一句：“谁呀？你好好的，大过年的别折腾我孩子。”奶奶这句话一说，所有人一惊，大家似乎都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我二叔平日里是一个很温和谦逊的人，这种癫狂的状态从来没有发生过，更何况是要扬言弄死我。中邪，这是众人第一反应。接着其他的叔伯们也开始学着奶奶的样子，开始对着空气咒骂，有的还带着脏字儿：“谁呀？谁这么缺德？我劝你好好的！操你大爷，赶紧滚出去！就是大过年的别祸祸人但是这种办法根本是无济于事，二叔的反应也在众人的咒骂下变得愈加的强烈。只见他冲着我刚刚坐的位置不断的怒吼：“让起我！让起我！弄死你！弄死你！”可是刚刚我坐的位置上一个人也没有也就是说，刚刚二叔不是在对我发癫，而是对着窗户外边。看你下次还喝不喝这么多了，喝点酒就遇到脏东西，可真有你的。老大，把这个给他吃了。在我正在思考的时候，我爷爷手里拿着药丸走了过来。这个药丸我认识，是我爷爷自己做的，有安神的作用。平日里小孩吃个半颗都会觉得困。大伯接过爷爷手里的药，就往二叔的嘴里塞的时候二叔猛然张大了嘴，就朝大伯的手咬去。幸亏大伯手快，没有咬到，但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轻易尝试了。但是此时的二叔似乎比之前更加愤怒，手脚并用的开始反抗。原本控制他的4个男人似乎快要控制不住了。我爷爷也着急了，又招呼人上去帮忙，直到5个人才算是把二叔勉强控制住。众人都很诧异，没有想到二叔的力气竟然这么大。爷爷上前用手狠狠地掐住了二叔的腮帮子，终于把药丸塞了进去。吃下去大概半个小时，二叔挣扎的劲儿似乎小了很多。毕竟5个大老爷们合力收拾了1个多小时了，他也该累了。众人临时把二叔绑在了凳子上，但是二叔还是一直看着窗户的位置，嘴里还一直说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弄死你们，我要弄死你们！”众人也看向窗外，可是窗外什么也没有。接着我爷爷让我奶奶去厨房拿了一个碗和一双筷子进来。其实一般中医对于玄学这一块也是多多少少的有些研究，所以众人看到这里也没有太大的反应。然而当我奶奶把东西拿过来的时候，原本已经快要安静下来的二叔忽然又开始暴躁了起来。只见被绑着的二叔连着凳子一下子蹦了起来。你想想，一个人被绑在凳子上，连着凳子一蹦差不多20多公分，这是怎么做到的？我到现在还没有想通。众人也是被这一跳给震惊了，赶紧上前再次摁住他。二叔一直疯狂地挣扎着，大喊着：“我要弄死你，我要弄死你！把他嘴给我堵上！”爷爷拿着毛巾让大伯塞进了二叔的嘴里，
接着又让奶奶把拿来的碗里面倒了一点水，然后用手抓住了筷子，用小的那一头插在了水里。这是立筷子，是民间招魂术中的一种。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介绍过此类方法。这种情况，只要念着恨死之人的名字，只要念完，筷子立起来了，就基本上能够确定这个作祟的是什么鬼。众人都安静了下来，生怕打扰到爷爷。只见爷爷用手抓住筷子，然后看向了二叔，开始询问：这位仙儿，大过年的这是何必呢？你是咱家的哪位亲戚朋友啊？是住山内还是山外啊？此时的二叔没有回答，只是一直疯狂地笑着，而且笑的是越来越癫狂。爷爷摇了摇头将原本握着筷子的手改成用3只手指捏住筷子，然后开始了正式的问话：你是南山外的老叔来串门了？爷爷说的老叔是一位远房的亲戚，因为特殊年代遭到迫害而恨死了太爷爷。爷爷问完就松开了手，只见筷子倒了下来。爷爷再次扶起筷子，然后捏住，接着问：那来的是南头沟的舅奶奶吗？这一次爷爷问完后故意多等了几秒，可是筷子依然倒下。就这样，爷爷又问了几个名字，但是每次松手的时候，筷子都会倒下去。这下众人可就急坏了，大家纷纷努力回想着恨死之人的名字。奶奶看着一旁被绑着的二叔，着急的眼泪都流了下来。你到底是谁呀？奶奶带着哭腔的问道。咱们屯里面也没有恨死的人了呀，这附近就一个李老头，可李老头也不是咱屯子里的呀。可是就在李老头这个名字刚说出口的时候，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只见那原本还斜靠在爷爷虎口的筷子腾的一下直直地立在了水中。我身上的汗毛唰的一下全部立了起来。以前立筷子都是听长辈们说，这一次可是自己真真的看到了呀。这一切真的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就在我脑子里面还在嗡嗡作响的时候，就听到爷爷说：李老头，你在的时候咱俩家也没啥交集呀，我们应该没有矛盾吧？你这大过年的折腾我娃是什么意思呀？此时二叔嘴里虽然塞着毛巾，但是还是能够模糊的听到他嘴里说的话：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该死，你们都该死！我爷爷听清楚二叔说的话之后脾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好你个李老头，当初你生病的时候，我连夜不收费的去帮你，虽然从来没想过你报答我吧，但是你也不应该来折腾我们家吧。爷爷这话刚说完，这二叔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从一开始的咒骂变成了嘶吼，仿佛有着极大的怒火需要发泄。我爷爷这一下也是愤怒到极点。好，你等着。爷爷说完便转身离去，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把菜刀。二叔看到菜刀后仿佛开始害怕了起来，挣脱的动作也是越来越大。我爹和大伯等人眼看就要按耐不住，咔嚓！只见爷爷一刀斩在了筷子上，筷子应声变成了2截，然后倒在了地上。我二叔也随着筷子倒下的声音大喊了一声，然后就昏了过去。我爷爷接着端着碗里的水来到了十字路口，将碗和水一起摔在了地上，接着又在十字路口烧了点纸，才回到家中。差不多又过了20多分钟，我二叔才慢慢的清醒过来。只是此时的他极度的憔悴，仿佛身体遭受到了极致的透支。他一开始还在疑惑自己为什么会被绑着，直到奶奶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他。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晚上二叔喝醉了酒要出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后就莫名其妙的想要溜溜弯，于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距离家50多米的树林里边。这片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坟墓，隔壁屯的李老头也葬在此处。当时二叔忽然觉得胃里面翻涌，于是就扶着一棵树吐了起来。接下来的事情他就不记得了。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次日，
家里人来到了那片树林，看到了二叔呕吐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正是李老头的坟头。后来家里人立即把这边清理了一下，还烧了点纸，嘴里边不断说着好听的，向李老头赔不是。好在从那次以后李老头再也没有找过我二叔的麻烦，并且我二叔的身体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在我爷爷的治疗下多休息了几天，就算是完全康复了，并且从那次以后我二叔再也不敢喝酒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我是怪叔，我们下期再见。